障碍越大，克服它的荣耀就越大。我们不仅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，也要为自己未做的事负责。对于感性的人来说，生活是一场悲剧；对于理性的人来说，生活是一部喜剧。人应该为了生活而吃饭，而不是为了吃饭而生活。喜剧的职责是通过逗乐人们来纠正他们。伪善是一种时髦的恶习，而所有时髦的恶习都被视为美德。让体面人士发笑是一项奇怪的事业。我们爱一个人越深，就越少对他们阿谀奉承。真正的爱就是毫不宽容地展现自己。一个智者对任何侮辱都有超然的态度，对不礼貌的行为，最好的回应是耐心和节制。在人类所知的所有噪音中，歌剧是最昂贵的。生长缓慢的树木结出最好的果实。拥有一瓶好酒，一本好书，一位好友的人，其幸运是巨大的。世界上到处都是傻瓜，如果一个人不想看到傻瓜，他不仅必须独自关起来，还必须打破他的镜子。在考虑谴责他人之前，人应该长时间的自我审视。有伪装虔诚者，也有伪装勇气者。几乎所有人都是死于他们的治疗方法，而不是死于他们的疾病。完美的理性回避所有极端，并引导一个人明智地保持冷静。我更喜欢一个令人愉快的恶习，而不是一个令人烦恼的美德。心灵对身体有巨大的影响，疾病往往起源于此。那些行为给人闲话的人，总是第一个攻击他们的邻居。人类所有的病痛，所有充斥着历史书籍的悲惨不幸，所有的政治错误，所有伟大领袖的失败，仅仅都是因为缺乏舞蹈技巧。的确，天堂禁止某些快乐，但通常都能找到折中办法。当我知道自己是对的，却被认为是错的，这让我非常愤怒。如果你过分压抑悲伤，它可能会加倍回来。我们只死一次，而且时间如此之长。想到我们所爱的人是增添快乐的美妙调味料。每一个善举都是慈善。一个人未来的真正财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对他人所做的善事。一个博学的愚人比无知的愚人更愚蠢。所有愚行中，没有比想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、更大的愚行了。我靠美味的汤填饱肚子，而不是靠华丽的语言。不合理的匆忙是通往错误的直接道路。我们对朋友的爱越深，就越不会奉承他们。纯粹的爱正是通过对任何事都不开脱来表现自己。如果你能让别人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总是能讲得很好。爱情往往是婚姻的结果。语法，他甚至知道如何控制国王。如果每个人都穿上正直的衣裳，如果每颗心都是公正、坦率、和善的，那么其他的美德几乎都会变得无用。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烟草，它是正派人的激情，没有烟草生活的人不配活着。的确，天堂禁止某些乐趣，但通常可以协商达成妥协。理智不是决定爱情的因素。情人试图与家里的宠物狗建立良好关系。在想要谴责他人之前，应该先好好审视自己。我有个缺点，就是过于真诚。尊重必须建立在偏好之上，
对每个人都高度尊重等于什么都不尊重。一些最著名的书籍往往是最不值得一读的，他们之所以闻名，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做了一些需要做的事情，工作已经完成，书的价值也随之消逝。人们不介意表现得刻薄，但他们永远不想显得荒谬。凡是不是散文的都是诗，凡是不是诗的都是散文。我想与众不同，说实话，对所有人类都是朋友的人，对我来说并不是朋友。哦，懂得一两件事情是多么美妙。既然喜剧的目的是纠正人的恶习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任何人免于此。那种你可以放进口袋的赞美并不值得称赞。书籍和婚姻不搭调。法国人对于殷勤有着无限的能力，并在每个场合都尽情表现。我有消除顾虑的本领。20岁时的孤独使灵魂感到恐惧。完美的理性避免所有极端，并引导人以节制明智行事。请不要显得太学究，用通俗的语言说话让人理解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